许多骨肉瘤病童的父母一定会有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到骨肉瘤呢？是我遗传给我的孩子吗？我的另外一个孩子也会容易得到骨肉瘤吗？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个父母心中最深的问题。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骨肉瘤形成的原因。在拍摄这段影片时，我的2位女儿也分别为12岁与10岁，而这正是骨肉瘤病童最常好发的年龄区间。同样，身为一位父亲，我非常能体会各位病友父母的心情与心中的疑问，所以我特别拍摄了这一段影片，来与各位父母聊聊。希望各位父母在看完这段影片之后，能够放下心中不该有的自责的心，而全心全力的投入在接下来孩子10个月的治疗。首先，大家会想知道骨肉瘤发生的比率是如何？台湾1年会有多少与我孩子相同的病例？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骨肉瘤在美国每年约有2800位新病例发生，占所有恶性肿瘤的2%不到。在我们台湾，1年约有80至100位骨肉瘤的新病例发生，而以台湾每年约接近20万出生人口数，这样大方向粗估算的话，骨肉瘤的发生率大约是5%上下。5%的机会，说真的，并不是太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骨肉瘤的发生呢？是我本身的问题而遗传给我的孩子吗？那我的另外一个孩子会不会也容易得到一样的疾病呢？我想这2个问题应该是所有病童父母最自责与藏在心中最深的问题。我们先直接说一下结论：孩子得到骨肉瘤不是因为父母的遗传所造成，而另外一个孩子也不会有较高的机会得到一样的疾病。既然不是我们父母所造成孩子罹患骨肉瘤，那骨肉瘤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3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最常发生的原因，便是基因的突变。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图。当精子与卵子结合后，会逐渐的发育成胚胎细胞。胚胎细胞可发展成3层，包括外胚层、中胚层与内胚层。这3层在后续胚胎的发展当中，会各自转变成人体不同的器官。而与骨肉瘤或其他恶性肉瘤形成相关的，就是中胚层。中胚层的细胞为排列较为松散之间叶干细胞，之后会发展成包括骨骼、软骨、肌肉、脂肪、神经鞘与血管内皮组织等。而当某个间叶干细胞发生基因突变时，便容易导致肿瘤的形成。而骨肉瘤的形成，就是在当间叶干细胞在分化成骨骼细胞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基因的突变，而形成了骨肉瘤。而一般骨肉瘤最常见的突变基因有2处，分别为第13对染色体上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医学上称之为 RB 基因，与第17对染色体上的 TP53 基因。这2对基因在正常的功能情况之下，可以保护我们，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但是，一旦发生突变之后，抑制肿瘤生长的能力就会丧失，而因此造成肿瘤细胞的形成与发展。而第2种骨肉瘤发生的原因，就是由其他的骨肿瘤转变而来。部分原本是良性的骨肿瘤，例如多发性软骨瘤、多发性骨软骨瘤、巨大细胞瘤、血管性骨囊肿等，
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之下，也会有可能转变为恶性的骨肉瘤。例如像这位当初为9岁的女孩，她的左侧肩膀因为撞击后疼痛而发生病理性骨折，当时在中部的医院诊断出一个良性的骨肿瘤，我们称之为血管性骨囊肿，并接受肿瘤刮除与骨移植手术。我们可以看到手术后 X 光片，病患骨骼恢复得非常的好，但没想到在手术过后7年，在同样的这个位置，突然肩膀整个肿起来，转诊来到我们台北荣总骨肿瘤中心检查，发现原本长好的骨头都被肿瘤破坏殆尽。经过切片后，诊断为恶性骨肉瘤。后来这位女孩接受了化疗以及手术治疗，目前已经恢复健康，并就读于台中非常好的高中。而第3种骨肉瘤形成的原因为致癌物的接触。致癌物接触的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发生在学龄当中的骨肉瘤病友，相反的，大多发生在中老年身上。如同我们知道的，我们周遭都常常充斥着致癌物，一般最为人所知与骨肉瘤相关的致癌物为放射线物质。临床上常见的情况，例如有些病友在年轻的时候，因为需要治疗身体其他地方的癌症而接受放射线治疗，少部分的病友在多年后就有可能因此在放射线治疗的区域发生恶性骨肉瘤或者是其他的软组织肉瘤。这种情况是医生与病友都不乐见的状况，但因为发生的几率实在非常的低，所以若有需要接受放射线治疗的病患，还是应该听从医生的嘱咐，安心的接受治疗。其实骨肉瘤发生的原因，在目前的医疗而言，尚未很清楚的彻底了解整个发病的机转，而上述的3个原因是目前一般公认最常造成骨肉瘤发生的因子。而这3个骨肉瘤形成的原因，我再为大家重复一次：第一，基因的突变；第二，由其他的骨肿瘤所转变过来；第3，致癌物的接触。而这几个原因都很明显的跟遗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就是说，不是由父亲或者是母亲的任何一方所遗传而导致孩子形成骨肉瘤，也因此，骨肉瘤病童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也不会因此而有较高的骨肉瘤罹病几率。所以，请各位病友父母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希望能回答到骨肉瘤病友父母心中最深的问题。有任何骨肉瘤相关的问题，欢迎下方留言。想了解更多骨肿瘤、软组织肿瘤的相关知识，或您想了解我们中华民国骨肉癌关怀协会对病友的照护，请上我们的网站，下方有连结。我是吴伯圭医师，祝你健康平安，我们下次见。